真人若是还想要魂石，今夜寅时，我会再来的。此次交换会，师弟还真是收获颇丰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都很久没见过这么多元婴修士了。等这次交换会结束，下次再开，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呢。蓝兄啊，两位道友，我另有些事情，就先不回去了。既然蓝兄有事在身，那就尽管先去忙。各自。唉，这不高兴了。这位蓝道友有点意思。哎，这位蓝道友啊，幼年时误食了一株异草，所以呢，容貌身形就始终保持着童子模样。哎，但他呢，为人豪爽直率，算是为数不多的可交的外派同道。那吕师兄既然如此说了，等下次有机会，韩某便分享给他一些棋谱吧。师弟有心了。毕竟古剑门里难得有这么一个对咱们落云宗友善的长老啊。虽然师弟神识不凡，见识过人，但是呢，还是要广结善缘呐。尤其是这种同级之中最为犀利的剑修，你可见过剑修斗法是恐怖的威力？我跟你说啊，这剑诀这么一掐，化剑为丝，他还不知道主人有70多把剑，甚至可以以一敌多。这吕师兄也挺有趣的。放心了，韩师弟，有机会啊，我一定会带你见识一下的。真人，约定的时辰已到，该现身了吧？能在田天城中举办元婴交换会，背景一定不简单。欢迎道友再次光临本阁。仅元婴初期就敢只身前来，道友就不怕我强夺魂石吗？有点意思。道友难道就不怕我强夺了你的傀儡炼制之法吗？如果真人还想装糊涂，不愿与韩某真心交易，恕韩某不奉陪了。且慢！数日后，拍卖会正式开始后，会有一块庚晶，其主人就在西门外的一座小山中。道友若是感兴趣，可以去试试。还有傀儡之事，也可商量。但你也必须告诉我，是如何获得这些魂石的。可以。阴冥
之地，阴冥兽。这，你可以不相信我，但这魂石是货真价实的，换取阁下手中的傀儡术，道友也不算吃亏。否则，空有法门，没有魂石，又有何用？你想怎么换？若是全力一击，能有元婴期的威力，就算送你20-30块，又何妨呢？都是这种品质的魂石，真的能练出元婴级傀儡？韩某既已出口，就绝不是虚言。唉，既然如此，此法便是道友的了。老狐狸，怎么？这里面最高等级的傀儡，甚至能堪比元婴中期修士的攻击，难道还不符合道友的要求？可要求的主材料过于逆天，要上万年份的铁木，还有几种材料我都闻所未闻，让我上哪儿去找？这炼制之法对我毫无作用。唉，这贫道就爱莫能助了。修仙一途，人各有命。真人迫切地寻找魂石，难道不是已经找齐其他的材料了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要自己炼制了？哦，只不过在古遗迹中找到了2只半成品的高阶傀儡，将魂石融入其中即可。好了，在下已经将这傀儡术交予你了，那么剩下的魂石，这次是韩某不慎，吃了哑巴亏。不过我也不会有什么怨言的，东西两清，就此别过。跟老夫比心眼儿，还是太年轻了。跟主人比心眼儿，他可真是想太多了。不过刚才主人演的也太真了吧，我都差点被你骗过去了。万年铁木对别人来说不太可能，但有小绿萍在，只是多花一些时间罢了。